下一支是我们赞助商谢以诚同学提供。好，介绍我在看台湾介绍爱马仕高定的人很少呢。真的吗？对不对？可能会真的跑去买，还是我看的太少了。分享的真的是，毕竟是拍影片的比较少啦。对，对啊，好，那正好谢谢以诚了哈。对。那我们就来试试看，今天这一支叫做爱马仕的蔷薇没药。蔷薇没药。好。好，来我看一下好漂亮，还有这个一个它的防尘的袋，套子，对，专属的套子在里面。好，那这个盖子呢，可厉害了，这个盖子就是爱马仕皮革的盖子。对，真皮哦。那你可以看到它的瓶子是渐层的，对不对？在灯光底下，粉红色渐层，很美，搭配这个粉红色的皮革盖子，真是高级啊！它特别就在于那个，我觉得它美在它的玻璃烧是烧渐层的，是啊。然后它那个皮革，我觉得它这个出的时候刚好那个莫兰迪色在流行，所以它用的是莫兰迪色的粉。是，所以瓶子也是渐层的粉。你看它最底部那个是，这个整个是玫瑰色，是啊，很美耶。这是蔷薇，而且皮革要烧这样子的颜色是最难的，很难，对，要就是皮革要变上色都是困难的。这也是 Hermes 它的厉害的地方，因为他们就是皮革起家的，对吧？好，它最早是做马鞍的啦。对，好，香水最早其实就是为了贵族们骑马的时候，因为以前的马鞍啊，所有跟骑马有关的衣服啊、鞋子，全部都是用真皮哦，是，然后很臭，然后做了要掩盖那个臭味的东西，让他们骑马的时候不会被臭死。哦，了解，OK。好，原来香水是这样来的。然后之后才会衍生，对，第一支的古龙水这样子慢慢出来。其实最早会用香氛这种东西，真的是为了给贵族们。原来是这样。因为皮手套啊，然后帽子啊都会有臭味啊，所以要把这些做好的衣服啊、马鞍这些要撒上香的香气。又学了一课。好，那我们赶快来闻一下没药蔷薇的味道。好，你要喷哪儿？这儿。哇，这出水量很好哎。对，以诚拍谁了？出水量有点大。真的很好哎，这出水量也太好了吧！哇，这玫瑰也太清幽了吧！我就要等一下。我昨天发现要等一下它那个，对，因为它是香味才会出来。它是淡香水。哦。对，它香味，还会稍微等它一下，那个酒精散掉。但是我来得很快。出来了。它其实就是玫瑰跟没药的香味，它就是玫瑰跟没药的香味。我一开始是玫瑰，然后大概在1分钟之后开始没药就开始强烈出来了，对，就穿透过来了。对。哇。但是就是玫瑰的味道，玫瑰清甜的感觉还是存在的。是。只是那个没药会一直穿透出来。对。它这里面用到那个没药，其实是很珍贵的那种香材。对，因为没药其实在那个精油里面，它的萃取它也是很贵的香材，所以它在这一瓶里面呢，它用的那个料都很好。它这个是用犬蔷薇，对，其实蔷薇跟玫瑰是同一属种嘛，属种，对。因为在外国人眼中，我们可能中国人分比较细啦。对，就是在大部分的外国人眼中，懂的人当然也是会分蔷薇、玫瑰、什么芍药、大礼花什么，他们觉得是同一个，就是玫瑰，是同一种花呀，对，长很像。对，然后其实不同的蔷薇、不同的玫瑰、不同的茶花，像山茶花长得也很像玫瑰啊，味道都会不一样。然后它这一支用的是犬蔷薇，像我去玫瑰
公园，每一个都是玫瑰啊，看起来玫瑰，事实没有，上你有靠近去闻它？有啊有，对，每一个味道不一样，真的会不一样。对，那老板是最近去嘛，我是去年的时候去的，我觉得很漂亮，对啊，非常非常多。我是因为以前各种的味道，以前有个同事很爱玫瑰花，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其实玫瑰每一朵玫瑰的闻起来的感觉，就是每一个。比如说黄玫瑰是一个味道，红玫瑰是一个味道，白玫瑰是一个味道。对。那你再细分，粉红色的玫瑰其实有很多种品种，白色的玫瑰也有很多种品种。对。像我以前不知道，后来我那个客人真的好有心哦，他就跟我说：“明芳，我寄一朵玫瑰给你，你帮我找看有没有这种像这个玫瑰花的香味。”然后他寄来，我一闻，我说：“这是荔枝玫瑰哦。”他说：“对，你怎么知道？”我说：“一闻就有荔枝香味啊。”我才知道原来为什么这么多。香水会用荔枝加玫瑰花的原因，是因为本来就有荔枝玫瑰这个品种，所以调香师他应该是闻过这个味道，是，他想要留住这个香味，可是可能荔枝玫瑰取不了香精出来不是，所以他们就会请调香师调，荔枝搭配玫瑰花香，对，没错。刚刚学姐讲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很多花，你真的这样闻的时候，跟你精油萃取出来的香水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我们会闻到类似的味道，都是经过调香师就是很缜密的去把它调出来，你才能近似的味道，对，完整呈现那个香气。对，犬玫瑰是带点辛辣感的。所以可是它刚好跟没药结合之后，它把没药那个树脂的沉重，平衡掉了。对，然后没药本身它带一点微甜感，对，所以你现在在闻的时候会闻到它有点香甜的那一种玫瑰，结果它没药就是会你说的辛辣感就完全我觉得是没有，因为没药的那个香甜把玫瑰的甜味提出来了，辛辣就不见了。是，对。我现在的味道感觉像是你有看过人家这个怎么讲，就是砧板上有很多的就是做食物的材料，那上面摆了一朵玫瑰，那这个下面的材料呢，其中就是没药。我觉得现在给我呈现的画面就是这个样子，那个砧板上面全部都是，不论你说药材啊，或者是食补的药材啊，那上面有一朵玫瑰，大概就是这个。目前我闻到的感觉啦，综合药材的感觉在里面，对不对？有。可是它那个药材不是我们走进中药铺的那个氛围，不是哦，不是，不一样。它应该是说你想要表达它有点。融合馥郁的那个味道，它不是很单一单调的玫瑰香加没药的感觉，对不对？它是带有一点那种香料感加你所谓的可能它或许它是原本它的那个辛辣感的那个感觉，让它呈现出来是它感受到就是有一种综合香料在砧板上的感觉。你们有没有喝过？便利商店日本人出的那种不是日本出，就是便利商店带玫瑰香气的饮料。我觉得我现在闻起来像是有啊，我知道便利商店出的带玫瑰香气的饮料的那个氛围，就是有点微甜，我觉得然后有一点气泡感，对，气泡感有。像这一支没药蔷薇，你们会用在什么样？因为坦白说，它并不是像是一轮玫瑰这种很直接的玫瑰，它也不是像这个柏林少女，就是一束玫瑰的感觉，也不是。那这一个玫瑰，没药玫瑰、没药蔷薇，你们会怎么去运用它？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我觉得它对我而言是任何场合都可以的，因为它不高定的香水都不扰人，所以我觉得它适合你用在任何场合，就是你不想跟人家有太远的距离，就是人家会觉得你身上是闻起来香香的，但是又不会觉得它太突兀，然后它是可以拉近距离，因为这个香味是会吸引人的。它虽然用了2个对比的材料去做调香，可是这2个对比却融合的出来的香气是
充满吸引力的。是 OK， 好，那 Cindy 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呢？我也觉得它是还蛮实用的，但是它又有一点点特别，因为它跟其他的，比如说玫瑰，我们其实很少跟没药做结合，对，所以你会觉得它的香气又蛮特别，然后它又，因为 JC 大师啊，他是一个他就是一个极简大师，所以他会把他的香材就是极简化，是，对，所以你在这支，它或许其实用了很多的香味在里面，但是它要呈现就是玫瑰跟没药这两支的冲撞感，对，OK，他其实真的喜欢呈现出那个花最原始的感觉给你，对，或是他那一个水果它最原始的印象给你，对，我觉得这一支它有一点做他自己，他不是要去讨好你说，哎，我就是玫瑰哦，我就是玫瑰，我反而觉得它呈现的是很真实的。例如我现在闻到其实有点茶香，我就很像在这个阳明山，不是阿里山茶园旁边的玫瑰园，玫瑰花茶。对呀，我刚。而且它就是，它没有要让你很明确的一闻，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去玫瑰花园的时候，你是要非常的贴近玫瑰，鼻子几乎是塞进去，你才闻得到玫瑰的香。对。那可是你远远的看，你只有欣赏啊，你不会什么飘来这个一阵玫瑰香，没有这回事。我觉得他现在要表达的这一支没药蔷薇，也就是这样的感觉。他就是在这边美美的绽放给你看，可是他没有要很冲击你的鼻子，告诉你说我就是玫瑰，不是。反正你要靠近我，你才闻到我是一朵玫瑰。是，那我在我身上现在是越来越有茶香味出来。好，玫瑰在这个阿里山上的茶园旁边这样子，好，而且有高山清幽的意境在，对。对，有。我喜欢而且我越来越喜欢它后面的转变。一开始我必须说，清新的玫瑰很快就出来了。对。然后可是后面它一直窜出来的是有一点，老讲有一点臭臭的没药。可是当时间一过，到现在融合的非常好，我慢慢闻出茶香出来，我越来越喜欢这一支。对，在我身上就是个茶味，给你试试看。它的味道。然后我手上也出现玫瑰花茶啦。对嘛？对，所以我刚才会觉得很像便利商店喝的那种玫瑰水的感觉，可是现在真的就变茶了。我最近有在吃那个蜜饯啊，就是那个鲜榨，我怎么觉得也有点鲜榨，有点玫瑰蜜饯的感觉，有啊，对，有一点，可以有一个那种酿，然后有点干干的那种蜜饯感。是 ，OK， 好，那看来它光前调到中调就已经变化蛮多次了哈。那我们也期待它的后调，不要以为高定商业香就没变化，它还是有变化的。所以要仔细闻。好，待会回头见，拜拜。没药蔷薇回来后调。对。哇，这高山的沁凉感更明显了。我是茉莉花，我是玫瑰花茶越来越明显。是哦。Cindy 呢？我的也是玫瑰蜜饯花茶。玫瑰蜜饯花茶。对，我的玫瑰也越来越明显喽。对啊，为什么要反过来？就是对，它前面很清幽，可是后面整个对，好像又更明显哎。对啊，神奇哦。它的走法太特别了。他们的这一支这么受欢迎，慢慢的又更对，慢慢的越明显。对，一开始我刚刚上一段不是还在讲说它的玫瑰，就是只是让你看的，没有要让你，没有要讨好你的鼻子的。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支玫瑰就是在你面前了，对不对？可是它又跟像那个540 NFK 那个又不一样，在于丝绸那些的是很扩散很大，对，然后一整片，可它这个就是很比较贵气的感觉，是，慢慢的，对，而且细致很温温的这样子哦。而且他是一个个性是很气质、很柔和的人，他不会很抢戏，也不会很抢眼，就是他不是一个会蹦蹦跳跳，不是，然后浮动的，他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很慈祥。你说慈祥吗？
很有气质，很柔和。然后你又觉得好像它又不是那种柔和到让你可以欺负的，它有一定的气势，可是它又是柔和的。对，OK。美美的，我真的觉得它瓶子很美。对。对呀。好，那 Cindy 后调，你看前面到后面我们闻的这个味道，又一直在转变嘛，对不对？那现在后调，我觉得它就是有点香甜的玫瑰花香。香甜。你的还是有点甜，可是我跟学姐倒是没觉得甜。我一直有一个蜜饯香甜的感觉。OK。为什么我这一次比你显香？对啊。这一次在我身上反而整个变很玫瑰。是。我现在其实玫瑰也很明确，那茶变得比较下去了。对。哇。可是我这个味道其实就是茶类，就是类似，就是玫瑰味比较，就一半一半，我觉得。然后没药已经好像没有，我觉得他还没走到，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他等一下，他应该要等一下，你应该要等一下。那可能请就曲哥来拍就会比较快。到后段。对。对呀，但是还是会因为停止想要拥有它。对，会，它这个颜色很漂亮。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个系列会这么畅销了？对。它每一支就是在一开始可能给你都觉得还好，但是真的建议来试在身上。对。它一定要在身上走一遍，你才知道它的特色在哪里。而且我蛮讶异的是说，它虽然是商业高定，可是它还是有前中后的不同变化。对。那对我来讲最惊奇的是，我上一段有说嘛，它一开始是清幽的玫瑰。好，那立刻很快没药就一直在从下面窜上来，让我觉得有一点臭臭的。可是后来又转变成玫瑰种在阿里山2500英尺、2500公尺的高度的这种的茶园旁边。那可是现在到后调，它居然是在山上的玫瑰园。对，很明显。哇，很惊艳。特别。对，难怪昨天直播的时候加的人叭一直加。不是因为很便宜的。好像很便宜。这是第一个原因，再来是，我应该这么。因为一般没药会放在后面，玫瑰在前面，它是反过来的。它才叫反之亦然。这一支才叫反之亦然，而且反过来还可以走的，这味道这么明显，我觉得是厉害的，有功力的。是。OK。好，那这一支爱马仕高定的没药蔷薇，学姐把它定调在什么调？糟糕，我又想给10分。对。我觉得可以把香味反过来调，还调得这么显香，然后走在身上是很完整呈现前中后调给你的香水，我真的觉得都很厉害。厉害，真的。然后你不会讨厌它，这一支是实穿，我必须说这个系列的每一支你都会觉得它是实穿的，不管是鸢尾皮革、雪松茉莉这一支，或是。还有什么新果香甜那个，他们是带皮革的果香那个，我觉得其实要试身上，它这个系列就是你在这样走过一遍之后，你就会知道它每一支呈现出来给你的变化是什么。是。包括什么银河花园啊、李先生花园那些，我觉得都要。对。因为你闻试香纸上面是没办法有前中后调的，你可能只有一个 feel。对。可是，在身上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它前中后段要呈现给你。那我觉得这一支她是一个坚强温柔的女生。是。然后，但是它这个香味又适合你每一天都穿。对。它是任何一个环境都可以的，因为它不会打扰到别人，可是它又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你。刚中带柔，柔中带刚的那个气势。讲得真好。对。OK， 好，就很像我常跟同学说，我们语气，这个态度要坚定，但是语气要柔和，类似这种感觉。好，所以学姐给10分嘛，对不对？对。那 Cindy 呢？我看
应该没有到这么高分。Okay. 对，我会把它定调在花香调。是。对，但是它又花香树脂调，因为它这一支啊，如果你要就是光听它的名字没药蔷薇，它已经告诉你是没药先在蔷薇嘛，对不对？但是它这支跟一般玫瑰花香，你不能用一般的那种玫瑰调的去想象它，你可能会觉得喷了之后就会觉得不太一样，就是它跟一般玫瑰花调的那种去呈现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对，然后它在我身上呢，因为说实在，就是我们可能闻了太多像一轮那种，就是真的是大名大放玫瑰，所以你会觉得这支的玫瑰香气在我身上没有那么的明显，它反而是可能是因为被没药综合掉很多在我身上，所以我没有到非常明显感受到它玫瑰香气的部分。OK， 对，就是你不能用一般的那种，就是很浓烈的那一种去感受它，它需要就是真的是需要是在身上慢慢去体会它，而且它跟它一般的其他花园系列，你会发现说花园系列一喷，它就是从头到尾味道都走一样，然后也很明显。对。但这支你喷在身上的时候，它一开始不明显，它会慢慢的才去闻香，然后去慢慢的去体验它这样子。OK， 然后有一些变化在里面。是。好，那对我来说这一支它的开始跟中间到后面的变化，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居然可以出现这么大的落差跟转变。那本来说没有玫瑰，但后来是变成在山上茶园旁的玫瑰。那高山清幽的感觉，我给它蛮高的分数，9.6分。哇，这么高。对，那如果你如果你没有很喜欢这个大家都一定要的玫瑰绝对呈现的话，好像是一轮啊，或者是柏林少女啊这种，我觉得另外一种路线可以尝试的，我觉得就是这一支。好，没药蔷薇，这走法非常奇特，如同学姐说的，通常没药摆后面，可是她却把它颠倒过来做。嘿，但你只有自己亲自尝试，你才会知道它的特别了哈。对，好，还蛮特殊。那我们今天这个爱马仕没药蔷薇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Yes， 下一支见喽。好，拜拜。拜拜。